盆景树桩培育中如何让枝干较快的增出？除了依据不同树种生长特征进行养护，管理中采取一些合理的手段，达到枝干增出的目的，也是切实可行的。放养增出是最简单的方法。对树桩放养是示范树的生长本性，在养护中不加修剪或进行其他操作，树干会随着长长增出。放养不是什么样的枝都养，要对枝干成型的方向做一个基本的定型，确定造型中要增出的目标枝干，集中养分，枝干才会有增出的可能。这一棵是由截取下来的树根培育出来的榕树，生长时间1年半左右。小盆种养，利用脱生根进行放养，现在树干的粗度已经接近2公分。榕树生长快，但达到枝干增出的目标，主要是养中不减。现在可以确定它下一个放养目标，搓芽后再进行定枝。枝干逐级形成过渡，成型要不了多少年。这棵病梅大家应该熟悉，采根定型后处于放养阶段，一是养根，二是养枝干。放养中树根恢复后，加快了枝干的生长，彼此相互促进，枝干的增出明显加快。树桩放养是加快盆景成型最基本的方法，尊重树的生长规律，才会得到理想的回报。摇一摇也是树桩增出的方法，通常叫揉枝。用手捏住枝条的基部，左右上下来回摇晃，角度从小到大，来回摇10次左右，目的是让枝条局部组织生动，让被摇晃去的皮层受到刺激，促进枝干体内细胞再生。因枝干组织的生长是以细胞生长为基础的，增加细胞就会使枝干增出。操作的时间最好在4至9月份树桩生长旺季，相隔10天左右进行一次。揉枝增出对1至2年生的枝条效果比较明显，不要在未半木质化的枝条上进行。这个黑松买来的时候枝条不到1公分粗，而且已经完全木质化，用新长出来的枝条进行了靠接，愈合后放养成强势枝，2年后将后端的枝条拉出成树干。这种拉出枝干的强势枝条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牺牲枝。牺牲枝本身在树桩造型中是没有地位的，选择牺牲枝的目的就是为了拉动后端的枝干增出，而且这种方法在整个枝干增出的过程中见效最快。选择牺牲枝是在增出部位的前端，像这个提根黑松，在出枝期闭芽已经基本到位，利用前端新生枝条的生长优势，把整个树干拉出。这些松树顶端的枝条充当牺牲枝的角色，都是在出枝及闭芽完成后才进行。与松树有所不同，杂木树桩显示牺牲枝更加容易。这个下跌的组织从这个侧枝延伸出来，这个枝就充当了牺牲枝，把后端的组织拉出。这是要拉出的组织，这个就是牺牲枝。牺牲枝一般以徒长枝的方式出现。几乎所有的盆景树种都可以利用牺牲枝加快枝干的增出。组织达到理想的粗度，这个枝条的作用也就完成了。在盆景树桩的培育中，充分利用牺牲枝，关键是选择牺牲枝的出枝位。出枝位最好在过渡点上，拉出的部分既是需要过渡的时间，这样更节省枝盘成型的时间。把下端的牺牲枝剪掉，一次完成2级枝的过渡。在树桩的培育中，牺牲枝全年都可以发挥作用。尤其是在枝干增出比较快的秋季，在这个时候枝干的增出目标没达到，最好不要动手剪。这棵珍珠罗汉松3年时间增出了2公分，对这种生长比较慢的树种，牺牲枝的作用最突出。牺牲枝并非字义上的牺牲，牺牲枝在完成枝干增出后，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。像这种难得到的树种，不要轻易把它剪掉，可以利用高压培育，获取不一样的装材。我是山泉龙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